它被誉为史上最萌的丧尸片，男主不仅文艺善良，还是丧尸界中的大暖男。很难想象，当又帅又贴心的丧尸小哥勇敢追爱，人类美女到底是接受呢，还是接受呢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丧尸撩妹的丧尸电影《温暖的尸体》。故事背景设定在丧尸病毒大爆发的末日世界，这位颜值爆表的丧尸便是今天的男主角。尽管变成了丧尸，他依然会思考自己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面如土色。然而人类时期的记忆他已经遗忘，只记得名字是 R 开头的单词。尸变后 R 一直游荡在机场附近，这里的丧尸大体分为4种。第一种是最普遍的，他们漫无目的的在外面游荡着。第二种最恐怖，已经变成骷髅怪，以一切活物为食。第三种凶残中带着愚蠢，没事喜欢撕自己的脸皮玩。最后一种走的则是文艺路线，显然R就是这种。他的家是一架废弃的民航飞机，除了喜欢收集 CD 听音乐，他还喜欢交朋友。光头哥是R的死党，他们经常在一起失言失语。和其他丧尸不一样的是，他们时不时还能精准说出一些单词。而在城市的另一边，以约翰逊为首的幸存者为难民们建立了庇护所。约翰逊的女儿朱丽叶则带领一支小队，负责到外面寻找药品补给。在约翰逊的认知中，丧尸都是冷血动物，即便他们曾经是你的家人或者朋友，也绝对不能手下留情。很快，补给小队来到一个街区，与此同时，R和一群丧尸也来到附近觅食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两队人马在药房碰头，枪声四起。看到朱丽叶英姿飒爽的身姿，R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没错，丧尸也会一见钟情。R想走过去，却被朱丽叶男友的一枪击中。随后他们扭打在一起，男友打不过，被R吃掉了大脑。电影里的设定是，丧尸一旦使用大脑，就会获得大脑所有者的记忆、情感和思想。激战过后，补给小队惨败，R走向朱丽叶，结果被他扔出的匕首刺中心脏。好在并不碍事，朱丽叶吓得瘫软在地，并没有察觉刚刚R竟然说出了他的名字。R将自己的血抹在朱丽叶脸上，好遮盖人类的气味。之后，朱丽叶一脸蒙圈的被R带到飞机上，而拼命挤出几个单词，试图让朱丽叶明白她现在很安全。但这种情况是个人都会害怕，担心朱丽叶着凉，而会亲手帮她盖毯子。看出她很害怕，就播放音乐。听到R一本正经的说要保护自己，朱丽叶不可置信。两人共处的第一天晚上，R停止跳动的心脏似乎焕发出了新的活力。天亮后，朱丽叶说自己饿了，把R骗了出去。可她刚下飞机，附近的丧尸便闻到味道围了过来。危急关头，R及时出现，给朱丽叶脸上抹了一点丧尸血，又用逼真的演技示范了什么叫真正的丧尸，让朱丽叶学着点。可惜朱丽叶学得完全不像，还被R吐槽演得太过，好在蒙混过关了。随后他们又回到机舱中，R拿出找来的罐头让朱丽叶饱餐一顿，甚至还找来一瓶啤酒。朱丽叶明白，因为外面不安全，R才会把她带到机舱。在R的提醒下，朱丽叶决定在这里多逗留几天，等外面的尸群散去再离开。不过R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朱丽叶对丧尸的固有印象。为了打发时间，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朱丽叶会开车带着R兜风，还会耐心地教他开车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朱丽叶和R之间的感情肉眼可见地得到了升华。一起听音乐，一起玩游戏，一起尬舞，而不仅慢慢恢复心跳，还能一口气说出一整句话。不过说的最多的还是保护你这类的暖男语录。这天晚上，朱丽叶趁R不注意偷偷离开，尽管学着丧尸的样子，但还是暴露了。光头哥刚把朱丽叶抓住，就被赶来的R狠狠揍了一拳。其他丧尸也不例外，已经待了好几天，可丧尸并没有离开。朱丽叶告诉R，他已经等不及，必须尽快回家。这时，光头哥愤怒地站了起来，质问R为什么要救这个女人。作为全片唯二会说话的丧尸，光头哥一个劲地催促R赶紧吃掉朱丽叶。僵持之际，更可怕的猎人出现了。R带着朱丽叶逃跑，骷髅怪在后面狂追，好不容易跑到外面，结果遇到了更多骷髅怪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光头哥开车撞了上去。原来他已经看出R喜欢朱丽叶，好兄弟恋爱了，他必须支持一波。犹豫过后，朱丽叶选择相信他们。来到停车场，这里聚集着一众丧尸，
朱丽叶害怕地牵起儿的手，这一幕似乎触动了丧尸，他们不仅没有攻击朱丽叶，反而让出一条道路。在骷髅大军追上来的最后一刻，朱丽叶带着儿成功逃离了这里。路途遥远，傍晚还下起了大雨，朱丽叶又冷又饿，于是来到一处民宅，决定在这里过夜，等天亮后再继续赶路。另一边，光头哥送走死党后有些苦闷，四处闲逛时，在橱窗里看到了一张牵手的照片。回想之前儿和朱丽叶牵手的温馨画面，这些场景似乎勾起了光头哥尘封的记忆。回忆里，他和一个女人牵着手，女人是谁他已经忘记，但是牵手的美好感觉却还能感受到。带着这种心情，光头哥主动拉起其他丧尸的手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手牵手的丧尸们竟都有了知觉，并且感受到了心跳。然而心跳的复苏顿时让他们陷入险境，骷髅怪嘶吼着向光头哥示威。民宅这边，约翰逊带着车队从楼下经过，朱丽叶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担心起儿的安危，一旦被约翰逊发现，儿肯定逃不出他的手掌心。显然不知不觉中，儿和朱丽叶已经开始双向奔赴。庆幸的是，车队只是路过，没有发现儿的存在。晚上，朱丽叶不放心，让儿和她一起睡在卧室。儿拿出朱丽叶男友的手表，坦言人是被他杀死的。朱丽叶隐约间早已察觉，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却没有勇气。丧尸不需要睡觉，但这天晚上儿不仅睡着，还梦到了朱丽叶。一觉睡醒，朱丽叶已经离开，她的不告而别让儿有些失落。回家途中，儿一直安慰自己别想太多，过段时间就能忘记这一切。此时他的身体也有了变化，被雨水淋成落汤鸡后，久违地感受到了寒冷。当看到光头哥带着一帮丧尸兄弟出现时，一股暖意悄然流进儿的心田。从光头哥口中得知，他们被骷髅怪赶出机场，只好在外面游荡。因为儿的背叛，骷髅怪对他起了杀心。同时陷入危机的还有朱丽叶，是他的出现触发了丧尸的情感。担心朱丽叶出事，而决定去找她。凭借朱丽叶男友的记忆，她竟然真的找到朱丽叶的楼下。朱丽叶正在卧室里和闺蜜聊天，她坦言自己好像喜欢上了一个丧尸。闺蜜一听觉得太诡异了。随后朱丽叶独自来到阳台，当看到儿出现在楼下，她目瞪口呆。闺蜜听到声音出来查看，先是被儿吓了一大跳，看清他的帅气面孔后，又主动打了声招呼。朱丽叶心里的情绪再也压抑不住，尤其是儿为了自己这么冒险，两人相拥在一起，朱丽叶终于表露心声。至此，两人彻底锁死。闺蜜对儿十分好奇，问她是怎么死的，今年几岁，身上为什么闻不到腐臭味。除了告诉朱丽叶骷髅怪已经盯上她之外，儿还带来一个重要消息，现在不只是她，还有很多丧尸都开始转化，不仅变得有感情，还会在睡觉的时候做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朱丽叶激动不已，可要想其他人也相信并不容易，人类对丧尸敌意太深，没等儿开口，他们就会开枪。朱丽叶想找父亲说明情况，却被闺蜜阻止。虽然约翰逊深明大义，但她此生最痛恨的就是丧尸。闺蜜心生一计，不如把儿化妆成人类带给约翰逊看。于是，一场丧尸大改造开始了。万年不洗澡的儿扒了个精光，冲了个热水澡，一番操作后简直帅呆。然而危险也在不断逼近，骷髅大军正朝着避难所的方位快速移动。在去军营的途中，没人看穿儿的真实身份，不过在进去之前还是经历了一波小考验。守卫兵见儿比较面生，让他说几句人话听听，这对儿来说当然不是什么难事，长得帅的人就是耀眼。目送儿离开的时候，守卫兵的眼神不就是我们看见帅哥时的样子吗？军营中士兵们都很忙碌，约翰逊告诉朱丽叶情况不太妙，他们得到情报，大批骷髅怪和丧尸正在逼近，一旦发起进攻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他们几乎没有胜算。不出所料，当朱丽叶告诉约翰逊有些丧尸正在自我治愈时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一派胡言。不管朱丽叶如何解释，约翰逊始终坚持天下丧尸全一样，都是只吃人脑的怪物。见朱丽叶被约翰逊骂了一顿，而勇敢地站了出来，即便他开口说了人话，约翰逊这个老顽固还是不信。他举起手枪要送走儿，关键时刻还是闺蜜靠谱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朱丽叶带着儿逃离军营。由于警报拉响，他们不得不躲进地下通道，而光头哥率领的丧尸军团也已经再次集结。
光头哥告诉儿，这次他们不再坐以待毙，要和骷髅怪抗争到底。说着说着，骷髅怪出现了，他们敲碎玻璃房顶，一个接一个掉了下来。光头哥让儿和朱丽叶先走，这里由他们来对付。两人逃进体育场，此时军队也已经抵达这里。虽然有枪在手，可敌暗我明，士兵时不时遭遇骷髅怪的偷袭。眼看这个大兵就要领盒饭，好在最后一刻被一个男丧尸成功救下。很快，士兵大部队来到玻璃顶下方，此时丧尸正与骷髅怪陷入恶战。一时间，士兵不知道要打哪一边，只能偶尔在旁边捡个漏。直到光头哥主动打起招呼，士兵们才明白真正的敌人是谁。儿和朱丽叶被一群骷髅怪拦住去路，慌乱中打开一扇门，结果是条死路。儿让朱丽叶别害怕，紧接着抱着她一跃而下，掉进水池。儿由于剧烈撞击陷入短暂昏迷，在朱丽叶的帮助下，儿很快苏醒。接下来的深情一吻也让儿的眼睛变成了正常人类的模样。好死不死，约翰逊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出现，一句话没说就开枪击中了儿。约翰逊威胁儿远离朱丽叶，否则下一颗子弹击中的将是他的脑袋。已经是凡人之躯的儿哪里经得住折腾，朱丽叶将他护在身后，希望约翰逊能放下对丧尸的偏见，去帮助所有能变回正常人的尸群。可是约翰逊依旧不为所动。就在这时，儿的伤口处流出鲜血，染红了池水。这一幕让约翰逊不得不相信朱丽叶说的都是真的，因为丧尸是不会流血的。见状，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。约翰逊随即下达命令，停止一切对丧尸的猎杀。骷髅怪来势汹汹，但在团结起来的人类和丧尸面前已经不足为惧。骷髅怪被团灭，自我治愈的丧尸们终于被人类重新接纳，他们重新去学习生活。故事最后，光头哥在某个下雨天获得了爱情的第二春。随着防御高墙的坍塌，人类迎来了全新的未来。影片上映于2013年，堪称丧尸版《暮光之城》。不同于一般丧尸片，这部电影特别小清新。丧尸们温柔又善良，会救人也会保护人。不论是心跳的复苏，还是开车来救场的好基友，似乎都在印证同一个道理：爱是解救所有的良药。男主尼古拉斯·霍尔特童星出道，出演这部电影时才24岁，超高颜值，不管站在哪里都是焦点。如果你看多了血腥屠戮的丧尸片，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感受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也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